老三手拿茅山秘籍，上面记载僵尸等级：白僵，尸体血液流失，本命湿气渐生，时称白色行动迟缓，容易对付；炸僵，萌生灵智，善用诈骗方法引来猎物；糯米积血，效果见尸；旱魃，即天地怨气而生，周伏夜出，力量无边，会吸干猎物体内的血液，唯有阳光可将其消灭。人灵僵，突变僵尸，有机会恢复人的特性，百年难得一遇。男人老三从小便和奶奶相依为命，一直以为茅山秘籍小说一本。直到这天晚上，老三下班回家，发现小巷有人行凶，壮着胆子上前阻止，却被一个酒瓶划倒。男人听到声音转过身体，看到男人的脸后，老三吓个半死。只见对方露出尖牙，双眼猩红，满嘴鲜血，一看就不是人类，咬在老三后腰，老三直接吓晕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自己床上，两个救命恩人坐在家中，年长的是老吴，年轻的是豪哥，两人似乎很熟悉老三的家庭情况，但老三却对他们没有任何印象。老三刚想说出心中疑问，却被豪哥一把按住，检查老三是否发生尸变。老三虽被僵尸咬伤，却没有变成僵尸，这种奇异的体质让老吴动了爱才之心。他递给老三一张名片，告诉他想要解答你心中疑惑，明天来这个地方。画面一转，一名商场保安在漆黑的地下停车场巡逻，突然发现地上出现许多血迹，他顺着血迹查看，发现货车司机居然死在车里。出事了！快点来停车场帮忙！接到报案后，警察迅速封锁整栋大楼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，但却放进了一辆环卫车，而车上下来的人正是豪哥和老吴。他们分工明确，一人支开新来的刑警，另一人负责检查尸体。豪哥发现司机脖子上有2个齿痕，明显是被僵尸所伤，但就在豪哥抬头看后备箱时，身后的尸体却突然坐了起来。原来他们是一支特殊的队伍，被称为特别行动小组，专门处理各种僵尸事件。平日里，他们是一群不起眼的环卫工人，实则全是精通茅山道术的民间法师。为了弄清心中疑惑，第二天老三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，却发现这是一个很旧的杂货店。前台好像知道老三的来意，直接示意他向右走，但老三的右边只有一个储物柜。随着前台按动机关，一条密道出现在柜子里。老三拎着礼物走了进去，而密道里的老吴早已等候多时。他对老三的到来表示很高兴，随后便给老三讲起了这个神秘部门的来历。从古至今啊，僵尸一直存在，香港这个地方呢，一直有僵尸出现。刚开始啊，香港政府会请茅山师傅，久而久之呢，就组织了我们这个秘密部门。老吴告诉老三，当一个人死后，如果怨气不散，又刚好选在阴时葬在阴地，就会变成一只僵尸。接着老吴便给老三介绍起了组织成员。老姜是香港唯一的茅山传人，擅长写符做法，超度僵尸。老刘专门研究灵宝法器，负责后勤工作。豪哥此人身手不凡，精通各类道家法器，也是组织的执法者。听到这里，老三已经后脊发凉，他无法接受鬼神之说，只想尽快离开此地。惊慌失措之下，却不小心碰到了被灵符定住了的僵尸。幸亏豪哥及时出手，把僵尸重新封印。见老三被吓得不轻，老吴把他带到了一间老房子，并对他讲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，而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怕僵尸尸毒的原因。原来老三的父母也曾是组织成员，在一次任务中，父母被僵尸咬伤，当时的母亲已经怀有老三。凭借着逆天的母爱，母亲在彻底尸变前将老三生下，随后便与丈夫自尽。也许这就是老三为什么不怕尸毒的原因，而这里就是老三父母的故居。讲完这些，老吴点燃一张定经符放入水中，如果老三愿意加入组织，随时欢迎来报名；如果不愿意，喝了这杯定经茶，这些记忆就会消失。老三坐在房间里看着父母的照片，他思虑良久，还是决定加入这个部门。但想要加入也并非易事，必须从基础学起。这天夜里，一个盗墓贼根据风水定位来到一个湖底，找到了一口镶着金边的棺材。他兴奋地将其推开，刚一打开，一只手就伸了出来。盗墓贼当场去世。也在这时，天空之上惊现血月。在传统的观念里，血月便是不祥之兆。老吴接到新的任务，湖中出现2具神秘古棺，现场已经有人死亡。几人赶到湖边后，老吴表情变得异常难看。根据地图显示，此地在几百年前还是一处村庄，却因大自然的变化形成湖泊，正是散养巨阴养尸之地。而且这僵尸居然能破水而出，恐怕来头非同小可。豪哥吩咐老三留在此地，自己和老吴前去追踪僵尸。留守此地的老三有些害怕，打算解开裤带方便一下，却不小心把对讲机掉进了水里。老三连忙给豪哥发微信，说自己弄丢了对讲机，有事直接电联。你搞什么？我不管你怎么做，把对讲机给我找回来。所以我们一起找好吗？麻烦你，谢谢。啊，不用了，已经有人还给我了，谢谢。反应过来的老三被水里的好心人吓得动弹不得，他打开手机照明，想看清楚是个什么东西，却不想一个面目狰狞的女僵尸突然窜了出来。
一口就把手机吞进了肚子里，还顺便把老三也带进了水里。水下女将迅速向他游来，张开大嘴咬向老三，老三连忙躲闪，但根本不是僵尸对手。最后女僵尸慢慢吸食老三鲜血，但在此刻两人仿佛建立了某种联系。女将身体慢慢发生蜕变，一个肤白貌美的女子出现在老三面前。而此时老三还不知道，正因为自己的血液特殊，造就了百年难得一遇的人灵浆。老三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，他赶紧游上岸，用对讲机向豪哥求救。而另一边的豪哥跟随罗盘指引，终于发现那具僵尸，僵尸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。豪哥见状，直接开启法器攻击，僵尸被法器直接扎成重伤，起身仓皇逃走。豪哥刚要去追，对讲机里老三在不停求救，无奈二人只好返回先救老三。老三从嘴唇上拔下一颗女僵尸牙，随手扔到了地上，女僵尸从水面慢慢飘来。危急时刻，豪哥终于赶到，他们把女僵尸封印在特制垃圾箱里，刚准备返回基地，却撞到了其他部门的长官老张。老张基于特殊部门的待遇，为了取而代之，专门请来了老外科学家。等众人离开后，老张命令仔细搜查现场。老外在湖边捡到了那颗僵尸牙，声称有了这个就能研究出来对抗僵尸的方法。众人返回基地，根据棺材里的陪葬品推断出墓主人以前是个地主。看这盗墓者的死状，那只地主僵尸是处于旱魃状态，当他吸饱了鲜血，就会传播尸毒。原来这个女僵尸也只是个陪葬品，众人决定超度后将她火化。可老三在清理女尸身上淤泥时，却发现她流出眼泪。就在他惊讶之时，电话突然响起，这才想起自己手机还在僵尸的肚子里。他立马转身找工具，要把手机取出来。一阵阴风吹过，女僵尸脸上灵符被吹落，接着她笔直起身，慢慢蹦向老三。老三转过身发现了女僵尸，但这僵尸并没有攻击老三的意思，只是不停地跟着他。老三跑到街道，他就蹦到街道。为了不引起民众恐慌，老三只好把僵尸一步步引到家里。这时老三想起了茅山秘籍，一番查找下终于明白，女僵尸因为吸食了自己的血，变成了人灵浆。老三一边在基地训练，一边照顾家中的女僵尸。他还给女僵尸起名茉莉。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他发现茉莉不仅有了灵识，甚至还有了人类情感。老三道法突飞猛进，也把茉莉当成自己朋友。经过几个月的学习，老三也迎来了入组考核，只要通过这关，他便算是组织正式成员。而考核任务就是独自消灭一只僵尸。豪哥递给老三一把武器，考核开始。但见老三出手凌厉，仅用几招便制服僵尸，但是却没有将其消灭。他觉得既然茉莉可以变得跟正常人一样，其他僵尸也可以，随即用一块猪血表演着自己的才艺。豪哥见状，赶紧扔来了桃木剑，杀了他！突然面前的僵尸变得残暴，一把掐住老三的脖子，而家中的茉莉心灵感应，立马意识到老三的危险，他不顾阳光灼烧，向着老三方向瞬移而去。眼前出现两只僵尸，豪哥桃木剑直接刺死一只，而后直砍茉莉，却被老三拦下。豪哥怒火中烧，刚要开口训斥，突然警报声响起，原来是当初逃走的僵尸旱魃出现在市区。眼见情况紧急，众人只能将茉莉留在基地，让老姜看管。出门后，豪哥对着老三大发雷霆。老三父母死于僵尸之手，如今老三反过来要保护僵尸，豪哥折断老三的桃木剑，将其赶出组织。与此同时，旱魃在闹市大开杀戒，而老张趁机组成了新的行动小组。他们拿着科研成果，直接冲到了豪哥的基地，用化学药品消灭了基地里的僵尸，还带走了茉莉，用来引旱魃出现。老三在回家路上看到了新闻，自己的组织已经被解散，他赶紧跑回家收拾自己的法器。正要出门时，奶奶叫住了他，给他递上了父亲的遗物。而组织里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聚齐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不去，就凭科研小队根本对付不了旱魃。另一边，老三成功混入了化学基地，就在他要解救茉莉时被老张发现，而两人争论之时，突然一滴血掉在了老三脸上。二人抬头看去，僵尸旱魃突然从天而降，周围埋伏的科研小组急忙开枪，可就算是特制的化学子弹，依然无法伤其分毫。此刻旱魃突然暴怒，随着他虎躯一震，身上的化学子弹全部弹开。危急时刻，豪哥几人终于赶到，可这旱魃不仅刀枪不入，就连道家法器也全都不怕。几人各占神通，也没能伤其分毫。一番激战过后，豪哥几人身受重伤。此时老三拔出父亲的桃木剑，与豪哥并肩作战。可就算两把桃木剑加上老三的特殊血液，却依然打不过僵尸旱魃。眼看几人就要命丧当场，一缕阳光突然照了进来。老姜急忙拉开窗帘，剩余几人展开了墨斗阵法，准备利用墨斗线将旱魃吊到半空，利用阳光将其消灭。可就在法阵即将成功时，豪哥被僵尸咬伤，老三见状急忙上前，用墨斗线把自己和僵尸缠在一起，准备与他同归于尽。看着老三即将丧命，茉莉使出全力挣脱了身上铁链，他一跃而起，将老三推开，随后用自己的身体困住了旱魃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旱魃被烧成了灰烬，而茉莉也因为阳光的照射，慢慢消失在了老三面前。影片最后，特殊小队被重组，老三也成为了新的执法者。